我投机倒把的时候，钱怎么赚来的？怎么赚的？我也没侵害神的利益啊，没是受害人呐、那钱怎么产生的？我想我们是个非常好的时代。马克思本人他的最大功劳是发现了人类历史进化的规律，就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生产关系的变化，生产关系的变化引起社会关系的变化，于是时代就在不断的这种变化当中前进。他发现了人类历史进化的规律，劳动创造价值，一切财富的源泉就是劳动。那在你那个时候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对于你挣钱有什么帮助呢？我知道了，我就研究劳动啊，劳动有各种形式啊。简单一点讲，在农业文明时代，我们天天种庄稼的时候，劳动的工具就是个锄头，它的动力就是人的体力，就两个东西运动的结果就产生我们的财富，产生粮食。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最典型的事件就是1776年蒸汽机的发现，它取代的和放大的是人的体力劳动。一部拖拉机它一天的工作量，你说等于多少个人的劳动？所以我们财富多了，对，饭可以吃饱了。而我们在1940年多一点，人类发明了另外一个东西，就相似于蒸汽机一样的东西，就电脑。它取代了人的记忆。有一个美国科学家叫布鲁姆本杰明，在1956年，他发现几亿年的进化，我们最强大的是记忆，95%的这个能力是用于记忆的思考能力，只有5%用于理解呀、统计呀，就是创新的一些需要这个思维形式。他发现这点了，这下就不得了了。由于蒸汽机把人的体力劳动无限制的放大了，才出现了工业革命。但是现在这是，当我们的记忆部分被计算机无限制的放大了，相应的5%那部分，就创造力那部分，也无限制地被放大了。随着计算机的能力越来越强大，多少亿次、多少10亿次、多少100亿次，创新那部分它也就不停地放大、不停地放大、不停地放大。它不能说95放大，它5%不放大。所以这是目前我们是非常好的时代。所以就牵涉到下一个问题：财富是怎么？其实任何财富都是无数个生产要素组成的。就比如说这杯茶，要喝这杯茶，有茶叶，开水，还有茶缸，还有个镯子。这个财富的产生，它是无数个生产要素组成的，它可以不停的分解，不停的分解。所以在不同条件下分解成某一种东西，那就靠大家的创新能力了。比如现在这个茶膏，它如果把市场把握准了，它也许比茶叶卖得更多的钱。就形成财富的要素，不停的组合，不停的组合，那组合千变万化，挣不挣钱，亏不亏本，窍门就在这儿。曾经我看有一本书讲人的这个化学构成，说如果你要到化学用品商店把组成一个人的碳呐、磷呐、硅呀买回来的话呢，大概3.5美元就可以把一个人的所有的这些元素都买齐了。但是3.5元买你一个肾，肯定不卖，是吧？比如说组合方式不一样，导致了同样的东西它价值完全不同。就组合方式它这个方法论。是啊，我就说一个定义，整个财富生产方式都是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以前在农业文明时代靠锄头手工工具，在工业文明时代靠蒸汽机，而现在不同了，是靠信息。这为什么现在生活质量越来越高，财富越来越多呢？是信息的运动。我瞬间掌握全世界的信息，美国的、英国的、法国的，古代的、现代的，未来可能想象的，我组合成一个可行性报告，我是可行的了。这可行，我们和美国面临同样一个问题，对，就是如何从工业文明转化为信息文明。对，它的出路在于哪儿？在创新，就是要有意识的意识到，创新大家没有认真定义，其实就是要创造比工业文明生产方式更加先进的一种生产方式。用一个是高度开阔的一种现象，就是精神的运动，就信息的运动嘛，精神的运动，精神的运动，精神的运动，追寻的是和物质运动正好相反的规律，它与它出发点的距离的平方成正比。比如说，我把这杯水推到你这儿来，对，是个物质运动。对，我想一下，我跟你说，哎，我推杯水过来哈，它两个消耗的能量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当然，物质运动用我们的话说是个减速运动。减速运动，它有阻力嘛，是不是？对，有阻力，消耗能量。精神运动没有这个东西。我本来说我跟你讲，同学们大家听见了，
突然放大几十倍。如果网上讲，理论上全世界80亿人都知道了。对，它和它出发点的距离的平方，你传播的越广，传播的越多，它不但是算术技术的增长，而是几何技术的增长、指数级的增长了，还要快一些。就全世界的信息，就无数个生产要素就在这儿瞎撞。如果掌握一条正确理论，有意识的收集对我有用的、我计划有用的信息，所以很容易形成一个最完美的计划。就是说，在物质和能量的这个世界上，我要推动一个东西呢，是需要做功的，而且呢，它是减速运动的，我需要消耗能量才能产生位移。好，但是呢，在信息时代呢，这个事情呢，遵循了完全相反的一套游戏规则和逻辑体系。我可能用的功是很少的，但是呢，它的能量倍数是极大的，而且是无可限量的大的。所以呢，信息文明创造财富和创造价值的方式和工业文明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你如何能够有效地激发你的想象，并且让更多的人参与到你的想象的传播和创造过程当中去，是这样吗？我感到非常庆幸，为什么现在还干呢？我们中国人受了我们几个世纪的气，我们是农业文明非常灿烂，可是我们没赶上工业文明那一代。一个朱元璋，一个明代一个农民，他当了皇帝，明代下了禁海令嘛，就不让中国人下海啊，都倭寇嘛。正好下西洋，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还早70年。如果当时没有禁海令，我们到非洲了，禁海令不交流了嘛。好，人家发生工业革命了，我们停止下来了。我们中国终于我们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只有马克思主义能够完整的解释这世界上全新的这种现象。有本书美国人出版的，叫《复杂经济学》。对，我最近也在看。他说，复杂经济学是信息文明的结晶，至少提出了一个思考的问题的方向。对，由于他们不能掌握马克思主义，没办法把这说清楚，只能说很复杂，很复杂。他那本书就是这个事儿，所以美国现在发展很快就有道理，他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就说复杂经济学里面呢，核心观点认为，在信息工业文明时代，因为信息传播和信息生产的方式的本质与传统的物质生产本质是不同的。就是一个故事讲给100个人听，就有100个故事；一个苹果给100个人吃，每个人最多吃1/1个苹果。所以呢，它的裂变的方向不一样，那个增长的量级也不一样。所以呢，人类创造财富的体能不一样。如果你要在新的信息时代找新的钱的话，你必须要理解未来讲故事、信息的整合，乃至于现有的已经发明出来、已经发现出来的科学技术，把它以一种最完美的方式组合出来之后呢，再创造、再生产的这个流程呢，如果梳理好的话呢，它能源源不断的产生更大的价值和钱，这才是未来创造财富的机会和可能。信息的收集、整理、储存、应用，就是4个阶段嘛。4个阶段，4个步骤嘛。对，收集信息，天天看这样书，看那样书，看电视，听广播，走路，外边打仗了又不怎么样了，跟人毫不相关。对，但总有一天在某个时刻，哎呀，启发了你，又是个什么事儿？经常有这样的事儿。这个才是未来赚大钱的风口。就是大家要勤奋，要学习，主动的接受任何信息。任何信息啊，没有好坏，信息在某种情况下对你有利，在某种情况对你有害，但是属于条件不同而已。它不是信息本身是无辜的，但是如果认为它排斥它，你就挑选了。但是如果说今后这个结论是超过了你的这个认知水平，那你就倒霉了，就放过了个机会。因为我们都是人嘛，都是中国人，我们5000年啊，5000年的不知道多少教训，我们不说优秀吧，多少教训，只是我们发掘它的时候可能不深入，或者立场不对。如果说这都是原料啊，在新的条件下，就是我们的祖先犯了很多错误，他就把路给我们指明了，还有一条路什么可以走。我身体力行，我们要推动信息文明，推动信息文明。就像农业文明被工业文明所取代一样，各位，我们都非常幸运。我年纪大，年老了，你们比我更幸运。我们处于一个新的500年的起点上，如果能认识到这一点，